7570万新币，就为了建一座连通滨海湾的步行桥。当你还在为9%的消费税肉痛，为了抽不到 BTO 或者高昂的转售祖屋急得焦头烂额，甚至连吃个杂菜饭都要多算计2块钱的时候，政府却在疯狂砸钱搞这种看似奢侈的基建。新加坡真的不差钱吗？别急着在评论区开骂。如果你只看到了一座让人在水上行走的网红桥，那你可能完全错过了新加坡政府在背后布下的那盘收割全球财富的大棋。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7570万背后到底藏着怎样反直觉的新加坡经济底牌。准备好了吗？我们直接进入真相。根据最新规划，这座全长550米、造价高达7570万新元的步行桥已经在今年的5月正式动工，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它的设计确实非常顶，其中有175米是直接贴近水面的，走在上面能让你有一种轻功水上漂的错觉。而且桥面最高处离水面足足有9米，设计师还非常贴心地搞了遮挡座位区，完美适配新加坡这种变态的炎热和多雨天气。平时去滨海湾跑步或骑车的朋友，你们觉得现在绕路麻烦吗？官方给出的说法是，这座桥建成后能把滨海南花园到东花园的步行时间缩短大概15分钟，听起来很美好，对吧？但是等等，我们来算一笔账。为了区区15分钟的脚程，砸进去将近8000万新币。一向以精打细算著称的新加坡政府，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了？要知道，新加坡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分预算，都要经过极其严苛的投资回报率计算。真相是，这座桥根本不仅仅是为了让你少走路，它是一根导火索，用来引爆未来10年滨海湾的终极商业与政治闭环。那么，这笔账到底是怎么算的？我们先来算一笔最硬核的经济账。在新加坡，没有任何一项大型基建是孤立存在的。这座桥的终点到底是哪里？不仅是滨海东花园，更是未来2028年落成的 TeamLab 常设馆和全新的滨海湾湿地。发现没有，这个布局和前阵子政府砸几千万补贴独占 Taylor Swift 东南亚演唱会是完全一样的底层逻辑。在商业上，这叫强制留客经济学。大家回想一下，上次有亲戚朋友来新加坡玩，他们在滨海湾待了多久？花了几顿饭的钱。以前游客逛完擎天树，走到滨海堤坝觉得太远太热，拍个照打个卡，可能就转头去乌节路或者回酒店了。在滨海湾的停留时间最多也就半天。但这座桥一旦修好，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物理闭环，无缝衔接的水上漫步体验，会不知不觉把庞大的客流直接输送到东区，游客的动线被彻底重塑，从看花、看树，自然过渡到看 TeamLab 的顶级光影秀，再到湿地公园看生态。原本4小时的走马观花，被硬生生拉长到了8到12小时的深度游。这多出来的几个小时意味着什么？在旅游经济中，停留时间就是一切。这意味着游客必须在滨海湾多吃一顿高溢价的晚餐，多买一杯咖啡，甚至多住一晚周边的高星级酒店。不仅如此，沿线的商业配套、餐饮零售的租金价值也会随之水涨船高。政府通过土地出让和税收，几年内就能把建桥的钱连本带利赚回来。当我们把这多出来的消费乘以每年1000万级别的入境游客基数时，你会发现7570万的造价，在1000亿级别的旅游 GDP 大盘面前，真的连个零头都算不上。这就是新加坡最可怕的地方，它不靠自然资源，而是用极高壁垒的基建和精密的动线设计，构建一个让你进得来、走不出的销金窟，完成对全球高净值人群资本的持续虹吸。看懂了这层逻辑，你还会觉得这7500多万花得冤枉吗？它其实是撬动未来10年经济增量的一个超级杠杆。如果说搞钱是新加坡的底色，那这座桥还藏着另一个极具深意的政治密码。大家注意看时间节点，2028年建成。这一年，桥的另一头不仅有商业项目，还有一个关乎新加坡国运的重磅项目要正式开放，那就是建国先贤纪念园。作为90后、00后，你平时会主动去了解新加坡的建国历史吗？我们这代25到35岁的年轻人，生下来就享受着发达国家的红利。我们每天焦虑的是起薪够不够，卷不卷得赢， AI 会不会抢饭碗。对于建国初期的那种生存危机感，其实是非常疏离的。传统的说教式爱国教育，在当今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早就行不通了。那怎么办？
如何让年轻一代记住历史，保持危机感？新加坡政府给出的答案堪称教科书级别，用顶级的城市体验来包装严肃的历史叙事。这座连通东西的步行桥，本质上是一条精心设计的朝圣之路。它没有拉横幅强迫你接受教育，而是用水上漫步、无障碍通行这些最潮、最人性化的设计，吸引你周末来骑车、散步、溜娃。当你顺着新加坡最美的天际线风景，吹着海风，自然而然地走到纪念园时，那种跨越时空的国家认同感，就完成了最完美的软着陆。它在潜移默化中告诉你，眼前的繁华并非理所当然，而是几代人从泥泞中拼出来的。这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连接，更是新加坡过去与未来、老一辈与年轻一代的精神缝合。在政治传承上花这笔钱，不仅不贵，而且极其高明。除了搞钱和搞政治，这7570万里其实还包含了一笔隐形的、常常被大家忽略的公共心理健康账。新加坡常年霸榜全球最疲劳城市前列，我们在座的各位，谁不是在 KPI 和生活成本的双重夹击下疯狂内耗？在这样一个极度高压、高密度的社会里，如果连一个喘息的出口都没有，整个社会的情绪是会像高压锅一样爆炸的。在现代城市规划学中，有一个非常前沿的硬核概念，叫蓝绿基础设施。科学研究早就证明，大面积的水体，也就是蓝色，和茂密的植被，也就是绿色，能够显著降低人体的皮质醇水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压力荷尔蒙。这座桥把最高处设在离水面9米的地方，让你毫无遮挡地远眺入海口和城市天际线。这不是设计师在无脑炫技，而是在为你打造一个巨大的情绪泄压阀。当你在周末逃离压力的格子间，走在这条水上步道上，看着波光粼粼的水面，吹着海风的时候，那种身心被彻底治愈的感觉，是花多少钱看心理医生都换不来的。政府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保留并斥巨资扩张这样的大面积水体与绿地，本质上是对国民心理健康的一场前置投资。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免费开放的高质量公共空间，高压下的年轻人只能靠消费来解压，去昂贵的商场、酒吧，这反而会加剧经济负担。而这座桥和它连接的生态网络，提供了一种零成本的疗愈方式。从这个角度看，这7570万是政府在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健康买单，是留给每一个普通人的隐形福利。所以，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新加坡真的不差钱吗？其实，新加坡比谁都充满危机感。这7570万的背后，是面对全球经济大洗牌时的抢客野心，是面对世代交替时的政治远见，更是给每一个在狮城打拼的你我留出的一片心灵绿洲。在这个瞬息万变、黑天鹅频发的世界里，新加坡唯一不变的就是永远在疯狂进化，永远在为未来铺路。看懂了这座桥，你就看懂了新加坡生存的底层逻辑。那么，等到2028年这座桥落成的那一天，你会带着谁一起去走走这条水上漫步呢？在评论区艾特出他的名字告诉我吧。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够硬核，有启发，别忘了点赞、订阅狮城社区百事通，带你穿透表象，看懂新加坡背后的运行法则。我们下期见。